如果我告诉你，未来台湾生产的无人机不只能自己用，还能卖给日本、卖给韩国，你信吗？过去几十年，我们只是买家，钱花出去，装备买回来，技术、生产、维修全部还是握在美国手上。但现在，安杜里尔看到了台湾的价值，他的创始人拉奇认为，台湾不仅能制造芯片，也有机会成为未来无人战争的制造中心。那么，台湾将会获得哪些技术？又正在打造怎样的无人作战体系？安杜里尔并不是大家印象里传统的老牌军火商。像波音、洛马这些企业主打大型高价武器，产量少，维护贵，更新慢。但安杜里尔是硅谷出来的军工新创，核心逻辑完全不同，主打低成本、智能化、大批量的现代战争模式，靠数量和 AI 技术取胜。这也是它能精准适配台湾防务需求的重要原因。目前双方最落地、最直观的合作成果，就是已经正式礼让台军的 Atlas 600M 微攻击型巡飞无人机，这也是大家最熟悉、争议也最多的项目。根据美方军售公开资料和台军方证实，我们一共采购了291架专属定制版本的 Atlas 600MV， 专门针对台海的海域，滩头作战环境优化，是实打实的察打一体巡飞弹。很多人只知道这架无人机很贵，但不知道它的实战价值有多高。这款无人机整机重量12公斤左右，滞空时间长达4小时，最大航程可以达到440公里。不仅可以空中侦察锁定目标，还能搭载反装甲战斗部、精准打击舰艇、装甲车、登陆部队，而且支持地面、车载、舰载多方式发射，机动性拉满。最关键的真实案例就是2026年台军公开的海上实弹测试，当时军方公开演示了 Atlas 600MV 的海上目标打击训练，在模拟台海近海作战的场景中，这款无人机的命中率达到了100%。很多网友会说这是理想环境测试，实战会打折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是我们少数几款经过实战化海上测试、精度拉满的智能无人装备。以往我们的防御模式都是依靠大型舰艇、重型装备，成本极高，目标大，容易被针对。一艘主力舰艇造价数亿美金，一旦受损，损失惨重。但 Atlas 600MV 属于低成本消耗型装备，单价成本远低于大型武器，哪怕批量损耗，代价也完全可以接受。我们不用再花费巨额预算对标大型军力，而是用智能化、低成本、大批量的无人装备，大幅拉高对方登陆、近海作战的成本，让对手不敢轻易冒险。很多人以为买无人机只是多了几架飞行器，但其实安杜里尔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硬件，而是军工软件与 AI 作战体系。Lattice 系统是安杜里尔的核心黑科技，相当于一套全域智能作战大脑，功能涵盖战场数据融合、AI 辅助指挥、无人装备统一管控、目标自动分配打击。讲得通俗一点，以前台军的作战模式是各个装备各自为战，雷达发现目标，人工分析研判，手动调配武器，人工下达打击指令，流程繁琐，反应慢，容易出错，多兵种多装备之间数据不通，系统困难。但接入 Lattice 系统之后，整个作战体系直接智能化升级，雷达、传感器、无人机、地面部队、海上平台的所有数据都会实时汇总到 AI 平台，系统会自动识别目标，分级威胁，匹配最优打击武器，最后完成发现、分析、分配、打击的全自动作战闭环。现在安杜里尔官方已经证实 Lattice 系统已经完成和台军现有作战系统的适配整合，这意味着我们正在一步步进入美国最前沿的软件化战争体系。但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安杜里尔要在台湾做的事情，那你严重低估了这次合作的重要性。以前的军购是单纯的买成品，钱花完就结束，没有任何产业留存。但安杜里尔的合作是实打实的扎根台湾，共建产能。拉奇曾经公开表态，他希望台湾不只是全球芯片供应链重镇，更能成为亚太地区的智能武器研发生产基地。目前安杜里尔已经正式在台湾设立本土办公室，常驻团队负责对接台湾企业、军方和科研机构，长期深耕台湾市场，并且已经筛选合作了近30家台湾本土企业，搭建专属军工供应链，合作范围涵盖无人设备零部件、AI 运算模块、高端军工电子组件、精密制造组装等核心领域。这对台湾的产业红利是肉眼可见的。台湾最强的优势就是半导体、精密电子、智能制造，以往这些产业大多集中在民用领域，高端军工配套领域的份额一直被国外企业垄断。而这次合作直接让台湾本土的电子厂、精密制造厂、AI 科技公司切入了美国顶级军工供应链体系。台湾本土企业可以通过合作学习美国军工的精密制造标准、AI 军工算法、无人系统研发技术，打破我们台湾本土军工研发薄弱、高端装备无法自产的短板。而且安杜里尔的长远规划是未来逐步在台湾落地组装生产线，实现 Atlas 系列无人机的本土量产。一旦实现量产，我们不仅可以满足自身防务需求，未来还可以承接亚太地区的军工订单，让台湾从武器进口地变成军工产能出口地，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。整体总结下来，安杜里尔和台湾的这波深度合作绝对不是简单的买武器交保护费，而是一次防务战力
军工产业、科技技术的全方位升级。当然，任何合作都有取舍和代价，没有完美的选择。但这次合作带来的实战能力提升、产业红利、技术突破，都是以往几十年传统军购从未给到台湾的长期价值。最后想问问大家，如果台湾真的能量产无人机卖到其他国家，你觉得那一天会什么时候到来？3年内还是5年内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说说你的真实看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